男人只是躺在大床上睡了一觉，却醒来发现那8具尸体拼凑而成的缝合怪物，竟奇迹般的站在他面前，睁着一双空洞却灵动的眼睛。更诡异的是，这怪物像刚出生的婴孩，无声地模仿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抬手，他也抬手；他皱眉，他便学着蹙起那道道缝合的疤痕。看着自己用4、17道缝合线精心打造的作品，他嘴角扬起一丝近乎虔诚的微笑。为防外人发现，维克多将他囚禁于地下室。可仅仅一夜之间，那些狰狞的伤口竟已悄然愈合，如从未被撕裂过一般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他渐渐意识到，这怪物除了能清晰地喊出维克多3个字，其他一切语言、逻辑、恐惧、疼痛都教不会。他拿起剃刀，毫不犹豫地划开自己的手臂，鲜血喷涌。可下一秒，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闭合，那怪物手臂上的血痕又在无声中愈合了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这并非失败的造物，而是一个无法被毁灭的存在。他立刻将他锁回地下室，却不知伊丽莎白早已在门外听见了那低沉的如同婴儿般呜咽的声响。他推门而入，看见铁链锁住的怪物正轻轻抚摸他的手掌，眼神清澈如初生的鹿。伊丽莎白是女人，却同样痴迷于科学。她不惧这具躯体，反而在她眼中看到了某种未被污染的纯真。她开始频繁造访地下室，怪物也渐渐学会用眼神回应她，用笨拙的动作模仿她读书时的神情。她开始觉得她不该被锁着，可维克多始终视她为工具，是实验，是禁忌，是必须被驯服的野兽。他每日呵斥、命令，像训练一条狗。直到某天，怪物突然暴怒，扯断铁链。他第一次有了情绪。维克多恐惧了，他骗走伊丽莎白，将整座城堡浇满汽油。他决定焚毁一切，包括自己亲手创造的错误。火焰吞噬地下室时，他转身离去，心中却猛然一颤。他想回头，可就在他转身的瞬间，爆炸轰然炸响，气浪掀飞了他半条腿。他以为他死了，可当烈焰肆虐，怪物竟在火中嘶吼，铁链崩断，纵身跃入下水道，沉入冰冷的河水。不知多久，他被冲上一片荒芜的河岸。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天空、树木、风雨露。他学着鹿的样子，摘下树叶咀嚼。下一秒，枪声响起，鹿倒地。为了活命，惊恐的怪物拔腿狂奔，从黎明逃到黄昏，直到发现肩头的弹孔竟已愈合。他躲进一座仓库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他才惊觉这是昨日开枪猎人的家。他不敢出来，直到猎人们出门，才悄悄溜出，窥见屋内一位盲眼老人正在屋里教小女孩学习简单的词语。怪物躲在门缝后，默默学着。不久，他长出乌黑长发，开始悄悄为农场收集柴火，堆满门前。他不懂善，却第一次尝到了被需要的滋味。可幸福短暂，狼群来袭，羊群惨死，猎人们弃屋而逃，唯独老人留下。怪物终于走出阴影，来到老人面前。老人看不见他，却听见了他的呼吸，摸到了他的手，轻声说：“孩子，你来了。”从此，他有了老师，有了名字，有了疑问：我是谁？他循着零星记忆，回到那座废墟般的城堡。在灰烬中，他拾起维克多的手稿。他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人，是8具尸体的拼图，是科学的罪证。最后，他在一封信上发现了维克多的姓名与地址，但在前往之前，他仍想回去向那位老人道别。然而，当他再次回到那座农场时，眼前的一幕令他瞬间僵在原地。家门口竟蹲伏着一群饥饿的野狼。他心头一紧，冲进屋内，只见陪伴他多年的老人已被撕咬得血肉模糊，奄奄一息，悲痛如潮水般将他淹没。而那些尚未厌足的野狼竟转头朝他扑来。就在生死一线之际，一股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在他体内轰然爆发。他不再只是人，而是被缝合的造物。他徒手撕裂狼群，将他们全部击退。可老人终究只剩最后一口气。就在他跪地痛哭时，附近打猎的猎人赶到，误以为他是凶手，二话不说开枪射击。他倒地，可他没有死，伤口再次愈合。他明白了维克多剥夺了他死亡的权利。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。他决定去找到那的造物主，讨一个说法。与此同时，维克多正对着镜子系领带。
一缕冷风从未关的窗缝钻入，他猛地回头，那个怪物静静站在他身后。帮我创造一个伴侣。怪物低语，一个人太难熬了。维克多却冷笑，你不过是我一时兴起的错误，你不该有感情，不该有渴望。他决绝地拒绝了。怪物沉默，耐心耗尽了。突如其来的响动惊动了伊丽莎白，她推门而入，看见那张扭曲却悲伤的脸，竟心生怜悯。可维克多却已拾起地上的手枪。众人涌入房间，维克多立刻将所有罪责推到怪物身上。威廉试图护住伊丽莎白，却被怪物一记甩飞，重重撞在墙上。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怪物抱起伊丽莎白，从人群中消失。威廉终于明白，维克多说他创造了怪物，可真正可怕的是维克多自己。怪物带着伊丽莎白躲进深山洞穴，壳的上的血迹暴露了行踪。维克多寻迹而至，他曾是创造者，如今却要亲手毁灭自己的造物。伊丽莎白死在一块巨石下，维克多瘫坐在地，悔恨如刀。可下一秒，怪物已如影随形，一把将他死死按在岩壁上。他的目标从不是复仇，是让维克多也尝尝永生的折磨。无论维克多逃到哪里，怪物总如幽灵般出现。他逃至南极，蜷缩在帐篷里，颤抖着举起猎枪。一只巨手却骤然破帐而入，将他拖出，匕首刺穿胸膛。怪物翻出他背包里的炸药，毫不犹豫地点燃。维克多被炸飞10余米，血肉模糊。可当烟尘散尽，那具焦黑的躯体竟在缓慢愈合。爆炸无法终结他。怪物仰天嘶吼，声震雪原。一艘远洋船的船员循声而来。维克多终于迎来了生命的终点。濒死之际，他拉住怪物的手，声音微弱却清晰：你无法死去，那就把它当作上天的恩赐吧。活下去，好好的活下去。说完，他闭上了眼。怪物凝视着他，缓缓俯身，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。故事的最后，他决定用维克多这个名字继续活下去。在与父亲的告别之后，他走出那艘被冰封的船，在全体船员震惊的目光中走到船尾，徒手将整艘冻结的巨轮推回了大海。而前方等待他的是崭新而孤独的人生。影片结束。